这个免费的公开课，大家晚上好，我是秦宇老师。那又见面了啊！前两天跟大家讲过一节公开课，今天跟大家讲的呢是一个比较冷门的知识点。然后呢，可能现在在听课的同学呢，有一些可能如果同学你刚步入到这个行业，刚开始学设计的话，或者说就算你是做类似加工或钳工行业的同学呢，那今天晚上的这个知识点呢，可能对于你来说呢，就是听的会有一点点懵逼，但是呢不要紧，因为这是我们在成为一个合格的设计师之前必须要去具备的一个技能，或者说呢一种技能。那么今天晚上呢，主要我们围绕着这个产品的烂面呢来跟大家讲解。当然其实在 VIP 课的这个系列课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对于模具的这个烂面的一个讲解。那么因为公开课的话它时间有限，所以说这里的话呢，我挑选了2个难度系数呢偏中等的案例呢，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烂面。那首先呢，同学们，听说过烂面或者了解过烂面的同学，我们打个1，好吧？现在在听课的同学，就是你知道有烂面这回事，或者说呢，你有听说过，你自己有遇到过烂面的同学，我们打个1，我看一下有没有，应该是有，但是呢，这个多不多的话，这个要看大家呢，对这个设计行业呢了解有多少，好吧？那么只有1位同学嘛，那其他同学都不知道烂面是怎么回事嘛？这里首先上课之前呢，同学们提醒各位就是如果说等一下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大家可以多多提问，好吧？然后呢，在这里首先呢，我们先讲一讲这个烂面的概念因为这个理解或者说知道烂面这么回事的同学们就是说知道的同学不多，对吧？只有这个价值同学呢，他是知道有这个烂面和烂线这么一回事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讲一讲这个烂面的概念，然后呢讲一讲什么是烂面。首先呢，先搞清楚我们今天晚上讲的这个知识点是什么，对吧？你不能说就听得迷迷糊糊的，这个没意思。那么首先呢，其实针对于烂面呢，讲到烂面这个知识点呢，那么同学们首先，那么我需要先给大家呢讲解一下我们这个软件。在这里呢，我们做设计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我们所用的就是这个 UG， 对吧？ UG 软件 NX 软件。然后呢，其实在很久以前很多年以前，老师我那个时候刚开始接触到设计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是用 Pro1， 包括到现在都还有设计师呢用的是这个 Pro1 的 3D 的软件。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这个主流或者说老师我的教学软件呢把它定义为 UG 呢？其实讲的简单点呢，第一个刚刚跟大家讲过 UG 是我们做塑胶模具设计的一个主流，这是第一。其实第二呢 ，UG 的这一个建模里面的实体功能更强大于 Pro1 软件。那么这里当然可能大家现在还不知道实体功能是什么，没关系那么对于烂面，我们首先要了解到的，其实它是在软件当中所生成的一种问题点。就好比你们在修模的时候，对吧？这个地方修着修着你给它打多了，或者说呢，你今天在磨那把刀的时候，你磨着磨着呢，你怎么磨你都磨不好。你磨2下去转2下，然后又不行了。那么烂面呢，它首先定义的是我们软件当中的一种问题点。其实第二呢，烂面，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搞清楚烂这个字，我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吧，对吧？你这个烂人是不是烂人就代表这个面呢？不是烂人呢就代表这个面，那不是这个人不怎么好，对吧？然后烂面代表的是什么呢？烂面代表的其实它是一张面。那么面在软件当中，我们又要了解到的几个我们常用的点呢，其实第一点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呢，就是我们 UG 的实体功能。那么其实我们常用的这个 UG 软件当中的功能呢，包括实体、片体、点线、坐标系。那么这几个特征或类型点呢，是我们常用的。就好像同学们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整个这个过滤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位置这个有一点点小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这里呢有边、面、特征、实体、片体、小平面体、基准点 CSYS， 以及呢焊接对象和这一个车身基准。那么在这一些类型当中，我们最常用的呢，比如说像面、实体、片体、点、坐标系，包括基准，这是我们在使用这个软件当中所用到的最多的。那么这一个它代表什么意思？或者说这里的老师我讲的类型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什么呢？就好比同学们，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这一个大家都认为可能比较好的职业，像医生、老师，对吧？公务员，对不对？是不是这3个职业大家
就自古以来我们都把它叫做一个什么呢？叫做铁饭碗，对不对？你如果说是当医生的，对吧？你是当老师的，或者说呢你是做公务员的，那你等于就是你这辈子呢吃喝不愁了，是不是？但是呢其实首先我们在有这些职业之前得先有什么呢？得先有人。我们可以把人呢比作是这一个软件，当然我们人有不同的工作，对吧？就好比一个模具设计，我们有做设计的，做项目的，对不对？做编程的，做加工的，加工里面它又分火花机 CNC 这个车模铣钻，它分这个装配的，对吧？分钳工，然后呢它还分什么？分老板，是不是？他要去接业务，这个叫做业务员。然后呢还有什么财务、文员等等等等，还有包括老板的一些亲戚都是我们这个模具厂里面的人。那么我们其实都是在做什么？都是在做模具行业，只不过我们每一个人，我是做设计的，你是做钳工的，他是做加工的，他是做财务的，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呢我们都有一个终点，或者说我们都有一个目标点呢，就是为了赚钱，是不是？而当然在这里我刚刚的跟大家所说的这个实体片体点线做白系呢，其实它是我们在利用 UG 这个软件去做模具设计当中，它所用到的是最多的。比如说你像这个产品的话，它是什么呢？它是实体。那么这一个实体是由片体和点线所生成的。那么在这里呢，同学们，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像类似于这一个食物链一样，由实体呢是由面组成的，面呢是由线组成的，然后线呢是由点组成的像这个同学呢已经说出来了。那么这个就好比是一个食物链。烂面它的问题点呢是出现在实体的下面那一节，线条的上面那一节的这个中间，是不是？那么同样的，我们在遇到烂面处理烂面，那么你需要注意到的一个就是烂面代表的是你这个产品上面的面烂掉了。而我们同学们在这里大家注意，我们做模具设计其实是去围绕一个产品来进行分模呀，或者说整套模具的一个设计，通过模具设计或者通过我们模具这个行业呢，来帮助产品呢完成到一个批量生产，这个就是我们模具行业存在的一个意义。而产品的话，其实首先要有产品设计师，对吧？有了产品设计师还不够，他得有投资人，得要有开发人员。那么批量生产，其实我们只是说依据产品的轮廓或者说形状的前提下面，在模具当中就把它制作出来，并且通过模具呢将它实际的生产，且呢批量生产。批量生产这个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吧？就是这个东西你花钱买得到，我花钱也买得到，只要你有钱，对吧？就买得到。那么烂面在这里大家注意，先跟大家讲这一个案例啊。那么这里的话，首先在这个产品上面，第一我们要去确定烂面，或者说呢我们要去找到烂面，对不对？我们首先我要知道这个烂面是什么形状，或者说我怎么样才知道，老师你说烂面这张面是不是烂面，对吧？那我首先要确定的就是这个位置是否是烂面或者有烂面。那么烂面呢，其实同学们很简单，如果你的产品是实体，那么你拿一个方块跟这个产品去求差的时候，如果出现求差报错，那么有很大几率什么工具和目标未形成全相交呀，对吧？很大几率呢这个产品当中的某一个位置呢就存在烂面。那么如果你的产品是片体，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检查几何体的方式呢来找到这个产品呢是否就是说它的问题点的一个所在点。那么像这个产品的话，同学们它是片体，当然是不是片体呢我们也能够通过命令去试出来。什么命令呢？比如说你求和，对吧？你求和，你拿这个求和的命令，你去选择一下这个产品，选不中代表着它是片体，选中了代表着它是实体。当然你也可以用缝合，对吧？你插入组合找到缝合的命令，缝合能选上它代表它是片体，缝合选不上代表它是实体。从前不说从前前2年有一个，就是说也不说有一个吧，有很多学生在问我，他说老师为什么说这个片体与片体的这个组合呢要用缝合，实体和实体的组合合并呢要用求和，为什么是这样当时那个同学呢这个问题把我一下子懵，就问得我懵了，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他解释。因为在我自己做设计的这一个理念当中呢，片体与片体的组合合并呢用缝合命令，对吧？实体与实体的组合合并呢用求和的命令，他们命令不一样。当时那个同学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的懵逼了，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去给他解释。那后来呢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
举了个什么例子呢？这个例子比较搞笑啊，就是说这个乌龟找乌龟找乌龟，王八找王八，这个鸡找鸡，鸭找鸭，猫找猫，这个人找人，对吧？讲的简单一点呢，就是你找什么对象，你找的那个对象，他首先得和你是一个品种，是吧？你就比如说同学，你是一个人，对不对？你不能去找个猫谈恋爱吧，对吧？你不可能去找个狗谈恋爱吧？狗它才会跟狗谈恋爱，而我们人才会跟人谈恋爱，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缝合命令针对于片体，求和命令针对于实体，其实在这个软件当中，我们可以去用生活当中的，例如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例子，这个大家能理解吗？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片体与片体的合并和这个组合呢，要用这一个缝合，而实体与实体的这一个组合合并呢，我们要用求和。这个同学们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区别。也就是说，其实在 UG 这个软件当中，很多东西它可能过于专业术语化了，导致很多零基础同学无法迈进这个 UG 的大门，无法撕开它的大门。那么在这里大家注意，你在学习这个软件的时候呢，一定要呢简单化，包括大家在这里听课，但凡你有一个命令不懂或者一个专业术语不懂，你都可以问青云老师，我100%给大家解答，知道吧？就只要你敢问，只要你愿意打字来问，那么我就一定会给你解答。当然，这个在电影里面看过人找狗的这个玩笑就有点过了啊，知道吧？凡事要注意一个度，知道吧 ？OK， 那么老板的亲戚是什么啊？老板的亲戚那就是关系户，知道吧？你这个问题就问的。那么这里呢，因为这个产品是片体，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找到我们这一个检查几何体的命令呢。利用这个命令，大家注意看，分析检查几何体，然后呢，我们选择一下这个整个产品，因为这个产品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显示其实就是显示的片体，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选择这整个产品的一个片体，单独勾选片体边界，在这个下面呢，我们找到一个检查几何体，知道吧？找到检查几何体以后呢，我们高亮显示结果。高亮显示结果是为了去找到问题点的所在。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翻过来看，大家可以看到有红色线条的位置代表着是问题点的所在。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放到线框模式，同学们可以看到它一共有几个问题点呢？其实一共有3个。如果说你的眼睛视力不怎么好，你也可以点击这个感叹号，那么这个感叹号它找到的片体边界数呢，绝对等于3。那么这一个片体边界数的3，它具体是哪1、2、3呢？这个位置1，这个位置2，这个位置3。也就是说，这3个位置代表的就是这3个片体边界数。当然，片体边界数呢是问题点的所在，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能够精确的找到这个问题点所在。那么你要做的是什么？放大，对不对？你放大，你放大来看这个位置，像这种地方呢，其实就是典型的一个烂面。但是呢，这种烂面呢，可以说是入门级别的烂面，它不难，知道吧？这种烂面它可以说是烂面，但是呢，这种烂面是入门级别的烂面。同时，同学们，其实讲白了，就是这个地方这张面，这个圆角面，它延伸出来了这么的，就是说这么长一段距离，对不对？而当然导致这个面延伸出来这一段距离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老师，为什么说这个地方会有这个问题？那么导致这个问题的出现呢，一般是有2种情况。其实这2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归纳到一种情况当中。一般是什么原因呢？一般是产品设计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于这一个点的设计呢，不是那么的到位，导致这个面变形，或者说导致这个面扩大或减少了。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2种情况呢，就是可能说产品设计呢，它在设计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它设计的能过关，但是呢不是那么特别的好。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它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通过格式的一个转换，就是说这个数据啊，就同学们这个产品通过一个 IGS 或 SDP 或某一种格式的转换呢，导致这个片体呢发生了一定的一个变化。那么这里大家要注意，就是烂面它出现在产品上面的，你拿到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就烂面了。那么它的原因一般是在产品设计上面，不在你的上面。如果说，比如说这个产品你做着模具设计，对吧？你做着，你做到一半了，这个产品面烂了，这个模具上面的面烂了，那么这种情况是因为模具设计的这一个忽视，或者说呢大意所导致的产品烂面，
或者说呢模具拉面。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这个缘由。那么当然产品设计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去找产品设计？就比如说老师，我拿到这个产品这个地方烂面了，我能不能让我的客户去把这个地方给他解决一下？可以，但是在你5000块钱一个月的时候可以。这个能理解什么意思吗，同学们？也就是说，比如说老师这个地方有个烂面，对吧？这个地方有个烂面，这个地方有个烂面，这几个地方有问题。现在我无法对这个产品分模，我分不了。我对于整个产品的一个结构分析，包括顶出、水路、进胶等等等等，我都没有办法设计。那么能不能找产品设计？能。这个我刚刚大家讲的，你拿5000块钱一个月的时候可以找，你拿8000块钱一个月的时候那就不能找了，知道吧？那就找不了了。你拿8000块钱一个月，如果连这点小小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的话，那就撒悠拉拉，知道吧？老板就会让你卷铺盖走人。明白吧？当然这一节课我们就是来学怎么解决它的啊！我不可能说啊，同学们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让客户去解决。当然，老师我在做设计学徒的时候遇到这种问题呢，我是让我的主管帮我解决的，明白吧？就是我在做设计学徒的时候，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啊。那个时候呢，我是让我的主管帮我解决的，然后呢，让我的师傅帮我解决的。当然，在这里呢，同学们，我们要注意到，其实首先针对这个有问题的地方呢，在这里大家注意，我们在插入的组合里面找到取消缝合，我们可以先把这一个烂面，这张面看到没有？把这一个明显的面把它取消缝合下来，把它取消缝合下来以后呢，我们给它去除一次参数，然后呢，把这个地方呢单独拿出来看一下，看这个位置看什么呢？看什么？同学们，就是我把这个面隐藏一下以后呢，再放大，对吧？看一下这个地方的面有没有变形。因为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地方这一张面啊，就是你把这个位置这张面取消缝合以后呢，这一张面它都变形了。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当然，像这种情况呢，没有变形，对不对？没有变形的话，那很简单，我们直接利用修剪的片体把多的割掉就好了。这种烂面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一种烂面。它是最简单的，你知道吧？看到没有？就一个操作，你把多的那一，就是说是这个片体多出来的这一段，你把它割掉就行了。你割掉了以后，你再通过缝合、插入组合缝合，对吧？你把这个面缝合起来，缝合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一个最大公差0.0254，你缝合起来了以后，这个地方就没问题了，能明白吧？你只要保证这张面与面它邻边的这一些面之间没有间隙，没有问题，那你这个烂面就处理了。当然，对于这种入门级别的烂面来讲，同学们并不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个和这一个。那么这两个面呢，它不叫烂面，它只能说是单纯的掉面。如果是实体有烂面呢，这个我会在下一个案例讲，好吧？这个 YX 同学，我会在就讲完这个案例，我会在下一个案例来讲，就是如果说实体出现烂面，我们怎么去找到它，怎么去修复它，好吧？我们一步一步来。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位置，这里的话呢，其实这种同学们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透明的，对不对？这个很明显，你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地方是少一张面。那么这一张面怎么做？同学们有没有基础的同学能回答一下呢？有没有基础的同学能回答一下？就是说这个位置它掉了一张面，怎么办？把它我肯定是补起来的，怎么补？我问就是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个地方掉了的这张面把它补起来，对不对？怎么补呢？用 N 边补，对不对？用延伸补，或者用扩大补，或者说呢用网格补。在这里大家注意，补这种面的时候，尽量不要自己做面。尽量不要自己做面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要自己去 N 边，不要自己去网格，不要自己去拉伸，知道吧？尽量不要这样。当然，尽量不要这样，不是说不能这样啊，同学们不要钻牛角尖，知道吧？能明白吧？那么像这里的话，大家注意，我们怎么做呢？以左边这张面作为参考，因为在这里大家看到。这边的这个特征和这个特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轮廓的意思啊。左边这个特征和右边这个特征，它们长得是差不多一样的，对不对？那我们呢就可以把这个面扩大一下，扩大完了以后呢，我把这张面呢延伸过去，知道吧？利用这个修剪里面的那个延伸的命令，把它延伸过去呢15个毫米。延伸过去以后，其实你最主要的就同学们把这个面搞过来以后，你最主要的要注意一个什么点呢？你要注意的是这一张面能不能对接上这一边的面的这个边，这一边这些面的这些边，它能对上就代表着能用。比如说我延伸出来的这个黄色的面它在上面，我下面的就是说我这个产品原本的那个轮廓呢，它这个面呢在下面，它中间隔就是这么长一段距离的话，那我们拿这个面延伸过来就不行，知道吧？这个能理解吧？也就是说你可以用邻边的面去做延伸，
同时呢，你要保证你这道面延伸过来以后能够接上这个位置的一个轮廓。当然延伸过来了以后呢，插入修剪，找到修剪片体，选择这个面，然后呢，我们这里选错了啊，我选的裁分体啊，这里要选择修剪片体啊。OK， 把这边的面给它选上。这里同学们注意啊，选面的时候不要选镶切面啊，像我这里就卡住了，对不对？过滤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你可以选镶切曲线，但是呢，尽量不要选镶切面。镶切面是很容易导致你的 U 极卡死掉的一个位置。当然，这里的话，同学们，如果你有钱啊，你的电脑比较好的话，那这个也没关系，知道吧？其实大部分做设计师的电脑都不会太好。然后这里的话呢，我们选完这一条线以后呢，发现同学们是不是好像发现它也还是修剪不了，对不对？那我们呢，把这个面也选上，把这个面选上，这个面选上，你不单单选这里的面，你把这里的线也选上，把这里修剪完了以后，其实同学们，它只要能修剪，它缝合起来的几率就非常大，缝合起来没有间隙的几率就非常大，这个大家也要注意。那么这里的话，我们怎么个做法？插入组合，没有别的，用缝合，对吧？把这个面跟这个面缝合起来的时候，用缝合命令的时候呢，我们放一个最大公差 0.0254， 注意这个位置缝合起来不能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怎么去检查呢？还是利用分析的这个检查几何体呢？你来检查这个位置，对吧？检查这个片体，高亮显示结果，你看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没问题，那就最好。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换个命令去做，或者换个思路去做。那么同样的，我们再看到这个大家能听懂吗？其实前面这个位置，前面讲的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这都是入门级别的啊，这都是可以说很简单的这种知识点，在烂面这个知识点当中很简单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里这个位置，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点，就是同学们什么呢？这个地方它也缺少一张面，然而这张面它缺的不跟这张面一样，这张面只有一丢丢，这张面可以说是缺少的一张大 B 面，产品的一个反面。这张面怎么做？可能有同学啊，老师把这张面延伸出来，这样能行吗？肯定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轮廓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这个中间从这个位置在这里，这个面到这里这样过来，对吧？这里过去，这里这样过来，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边界上面是有线的，对不对？是不是？当这个中间这张面跟这一张面还有这边的面，这个中间有一条这样的线的时候，其实大概率代表着这两张面、这三张面它们的弧度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地方，同学们来有没有基础这个价值同学？这个地方能回答出来这个位置怎么把这个面补起来吗？这个面比刚刚那个面它的难度系数稍微高那么一丢丢，但是呢也不是太难。有基础的同学可以踊跃回答啊，没有基础的同学不会的，知道吧？那就搞鲜花，知道吧？不是用延伸呐，我刚刚都讲了呀，不是用这张面和这张面延伸过去，知道吧？延伸过去到这个面对不上，这个面延伸过去以后，它会跟这个边这一些边的轮廓它会对不起来，知道吧？因为这两张面它们的这个弧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扩大或者说延伸肯定不行。那么当扩大和延伸不行的时候，来同学们有没有别的办法？其实办法呢，大家都可以说，老师我们可以用 N 边呀，对吧？我们可以用网格呀，是呀，没错啊，对吧？当然我用这张面延伸过来不行的时候，我能不能自己做一张面？能啊，对吧？是不是？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并不是它就只能用这个命令做，知道吧？对，没错，我们这个停在街角同学，我看一下你听了多少节课了啊？17节课了，非常不错啊，这个我还挺欣慰的啊。就是同学们，你们可以其实，大家觉得在这个课堂上面如果能学到东西，然后觉得我们的课讲得还不错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这是第一。其实第二呢，就是如果你的身边啊有正在学设计的朋友、同事，大家可以帮我们推荐一下，好吧？这个课堂上面呢，其实每天会有不同的老师跟大家讲课，讲的呢，其实都是讲模具设计当中的知识点，只是说呢，就是说每个老师讲的知识点不一样吧。像可能我今天讲烂面，明天可能就会讲分模，或者后天可能就会讲这个结构，大后天呢可能就会跟大家讲整套模具设计的一个这个系列，或者说这个流程，好吧？这里呢，我是青云老师，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课程的一个支持，同时呢，如果可以的话啊，把你身边正在学设计的朋友、同事帮我推荐一下，好吧？这种位置呢，其实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个点，就是要做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壁厚。
对于产品壁厚呢，这里有同学不理解这个壁厚是什么意思的，我们打个6，好吧？产品壁厚是什么意思？如果不理解这2个字，我们打个6，好吧？理解的话，这个就不用多讲，好吧？其实，我简单的跟大家讲解一下，好吧？因为这个好像不懂的不多，就2个同学，是不是？其实壁厚呢，它所讲的代表的其实就是一个产品的它的一个厚度。厚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同学，你生活当中的这一些塑料的产品，你的牙刷也好，你的这个刷牙的水杯也好，你的空调也好，你的电脑或者你的手机，任何一个产品它一定是会有一个厚度，对不对？比如说这个产品的厚度是 2.5， 那个产品的厚度是3个毫米，那个产品的厚度呢是 3.5， 或者说呢这个显示器的总厚度呢，那么它是1个厘米或者2个厘米类似。那么像我们所设计的这个产品当中，一般呢它都会有一个叫做主壁厚，主壁厚它的厚度会均匀一致的，能理解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这个产品吧，它这个地方的厚度和这个地方的厚度呢，一般来讲它的厚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从这个点测量到这个点它是2个毫米，那么你从这个点到这个点测量出来它也会是2个毫米，它不会说这个地方它就搞成了3个毫米。当然有这种情况，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它的主壁厚。主壁厚呢，它这里我主要想跟大家讲到的一个是什么点呢？就是在产品的某一些特殊的位置呢，它可能会更厚，或者说没有。假设我产品壁厚是2个毫米，可能在这个整个产品当中，可能某一些位置它有 2.5 个毫米厚度，有的位置只有 1.5， 有的位置有3个毫米的厚度，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主壁厚我所讲的呢，就是这个产品呢大部分的一个厚度，大部分位置的一个厚度。那当然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可以先分析测量距离，测量一下，对吧？我测量这张面和我产品的这边的这一张面的一个厚度呢，测量出来，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2个毫米的厚度，对吧？而我们其实同学们就是只要你就接触这个模具行业接触的比较久啊，或者说你接触过的话，我们产品的厚度大概一般都是在2个毫米左右。它的主壁厚的厚度啊，有2个毫米厚度的，有 2.5 的，3个毫米的，1.5的都有。然后像这里的话，它在这里大家注意不要测量错了啊！我们要测量的是这张面跟产品背面下面的那张面的一个整体的厚度，而不是去测量这张面跟下面那张面的厚度啊。这个地方的厚度看到没有？只有 0.7， 它是不一样的，知道吧？然后这里我们怎么做能简单一点？在插入的偏置与缩放里面，我们找到偏置曲面，然后呢把过滤器镶切面改成单个面，选择这张面向下偏置下去呢2个毫米。把这个命令就是说以这张面作为参考，将这张面复制下去2个毫米的厚度呢生成出来一个片体。把这个面偏置下来了以后呢，现在同学们我们这个参考面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呢把这个面这个缺口这个地方稍微的延伸出去那么2个毫米，不要延伸多了。那么你把这个面偏置下来的第一个工作做什么？做检查。检查什么？检查我们这张黄色的片体是否能跟我们这一个，就是说跟什么呢？能不能跟这一个线，就是说它们是不是0对0的，对不对？是不是？如果说它这个地方是0对0，那个地方又差一点，这个地方又差一点的话，这张面偏下来的话，它明显就不行。但是同学们，一个合格的产品设计师是不会这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设计师，他所设计出来的产品的主壁厚，大部分的壁厚一定是均匀的，他不会说在这一张面上面这个地方就搞厚一点，那个地方就搞薄一点，不会这样。这个能理解吗？朋友们能不能能不能理解？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那这个产品设计师一定是个垃圾，知道吧？他一定是个学徒。那么当然我们分析测量距离，还是测量距离，测量这个黄色面与看到没有，到这里找个点 0.000， 对不对？你找这一个点还不够，是不是？你还得在这里呢，比如说在这边也找个点 0.000， 你选的这个面在这一条线上，这里也找一个点 0.000， 那同学们对上了。这个就是以根据产品主壁厚来解决我们这一个产品面上的问题。那么同样的，还是那句话，同学们，除非是逼不得已，我们尽量不要自己去做，知道吧？你自己做的面，你做出来的这个面的弧度轮廓不一定能够对得上产品
原本那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他理想当中的样子，知道吧？但你像这样一做的话，插入找到我们的修剪片体，选的这个面，是吧？或者说我们在这里选的这个舍弃的方式，把这一边的选的这一条线，对吧？这里这一边的修剪掉，这张面的话呢，我们选的这一条线，选线的时候我们可以选相切曲线啊，相切曲线的话呢会稍微快一点。这个地方有一点小小的问题，看到没有？我们应该是我刚刚没有选到线，我选到了面。这个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尽可能的选线，不要选面。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面是不是就是说该补的我已经补起来了？我最后我只需要把这一张面外面的那一边，对吧？通过这一条线，这个圆角的这个边边，把它外面的多余的给它切割掉。切割完了以后，你是什么拿出来溜一下。这个同学们，这句话听说过吗？啊？是什么？这个是骡子是马，对吧？你拿出来溜一下。我们做完了以后缝合一下，对吧？插入组合缝合，你选择这个面，再选择这个面，对吧？把这个面通过我们能放到的一个最大公差显示结果。注意，同学们，当这个位置显示实体创建的时候，就代表着 OK 了，知道吧？如果说它显示片体创建，就代表你这个产品当中某个位置还有问题，能理解吗？那在这里，同学们可以看到实体创建，对不对？哎，搞定。非常的成功，确定完了以后呢，现在呢，你看到我这个面补起来了没有？是不是就补起来了？而且我补起来这一张面有毛病吗？是不是这不跟产品设计出来的一样吗？那么同学们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呢？搞一朵小鲜花了啊？OK， 我们欢迎一下后面进来的同学，大家晚上好，我是青云老师，好吧？我是青云老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在腾讯课堂上面的这一个课程。同时呢，大家如果觉得我的课讲得好，你学到了东西，对吧？这个老师有意思，那就不要吝啬我们这个腾讯课堂上面的这个免费的小鲜花，好吧？OK， 接下来我们换个案例讲啊。前面那个产品，同学们对于大家来讲呢，只是一个开胃小菜，啊。我刚刚跟大家讲过，那种烂面只是在我们整个烂面系列课程或者说体系当中只能算得上是这种入门级别的啊。还就同学们讲的难听一点，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就同学们你们那种产品那种烂面你能搞得定，并不代表你很厉害，你只是说会一点，知道吧？当然要学真正的技术，注意听，要学真正的技术的就要看到这个产品。这个产品的话，它烂面它不是烂一张面，同时呢，在这个同学们这个产品呢，它叫做真正的烂面。前面那种烂面，它只是说掉了一张面，或者说一个小小的位置烂掉了，一个小小的位置有问题。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产品，那么大家注意看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同学们注意看啊，这个地方大家看到这个位置就叫做正儿八经的烂面。那么我们当在这个位置去创建一个方块跟这个产品求差的时候，大家注意看啊，这个地方我们拿这个方块跟产品求差，大家注意看，它80%是求不了的。但是如果说，哎，你说老师啊，你不是说80%是求不了的吗？那为什么我这个位置能求差呢？那么在这里大家也要注意到，我们求出来的这个差，就是说我现在求差能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模具上面是不是也是这种烂面，对不对？是不是也是这种面直接变形了的这种面，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这种深层次的烂面它不会导致你分模分不了的。我相信大家都见过的是一种什么，就是说大家都见过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拿这个方块跟产品在求差，也就是说一般是在分模的时候啊，它求差它报错，他告诉我们刀具和目标位形成全相交，对吧？贯通面部与刀具路径形成全相交，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大堆。那么当这种烂面它是怎么样？它求差能求啊。当然，那老师，那他既然求差能求，为什么说这种地方是烂面呢？当然这个要根据经验来。其实呢，同学们，在我们的大部分的一些产品当中，比如说你像烂面，其实很多烂面都只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地方，一个小小的地方呢，导致我的这一个产品上面的一个轮廓的面发生了这一个就是说存在了这一个问题。比如说可能说像刚刚这个产品大家看不出来烂面，那这个产品大家能看得出来这里是烂面吗？同学们，这个产品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这个地方是烂面？
这个我相信大家看得出来。但是呢，可能有的同学呢，他对于这种产品他不一定看得出来，甚至有同学他会反驳一个什么点呢？就是老师可能产品设计它设计出来的它本来就是这个形状，你非得要把它定义成这个地方的面烂了。那么在这里我教大家呢怎么去实际的去判断这道面是否为烂面，它是不是烂面。同学们，我们的面是通过什么得到的？实体是通过面得到的，对不对？那面又是通过什么得到的呢？这个面的这个前端是什么呢？这个同学们能不能回答出来？是不是线，对不对？实体、片体、线、点，是不是？线是通过什么得到的？是通过这里有一个点，这里有一个点，我拉起来的一条线，是吧？线可以制造面，面可以制造实体。当然，你判断这个位置的面是否为烂面的时候，很简单，你把这个面复制出来一份，抽取出来一份，知道吧？把这个面你在这里抽取这道面，抽取这道面，你随便复制出来几张面，确定完了以后，你注意这一个面的显示和你放到线框模式的显示，同学们注意看，这道面是怎么样的？这个面中间线没有，但是这里又实际这里是有一条线的，是吧？这里是有一张面，对不对？同学们现在能分得清楚烂面了吗？其实烂面我们如果讲的再深入化一点，或者说把这个知识点讲的间接一些的话呢，就是烂面它就一定是烂线，烂线它就一定会有烂面。当然有那种细微的烂线，它不足以导致我整个面烂掉。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同学们是不是我能够就是说我能够很好的去辨别这个面到底烂没烂，对不对？当然这个位置肯定是烂掉了。第一个是看面，第二个是看产品的什么呢？轮廓。你比如说整个产品的这一个周圈，它都是这种凹槽，是不是同学们看到没有？这个位置是这个整个产品的这一个周圈，它是不是都是这个面从这里下来，这里下去，对吧？这里过去上去，然后再过来，然后这样子再过去，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产品的一个形状。然后它唯独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所有的面都集于到这一个点上了。那么除去看这一个点以外，我们还可以看这一边。同学们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呢有那个情况吗？这个地方它有没有说这里的面它都到这个点上了？没有吧？这个中间这里它是一张干干脆脆的面，是不是？这个能理解吗？就同学们，你自己这个东西，你就是说你就同学们来这里听课，你不单单是要学会怎么去做这个东西，你还要真正意义上面的去理解，并且你要能够去找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这个是你们一个学习的一个点，知道吧？能明白吧？烂面我相信大家遇到过，但是呢，你首先还要学会的还是要去确定一个烂面，找到一个烂面，能明白吧？你不能你不能说心里说你说啊，我今年27岁了，我想当爹了，对吧？我想成家了。你想当爹，你想成家，得有个什么？你得有个对象，对不对？你得有个男朋友或者说女朋友，是不是？靠你一个人能成家啊？你能当爹吗？是吧？你能做父亲吗？那做不了，是不是？所以说你要深入到这个点当中去。像这里的话呢，因为这个产品比较大啊，我们就把局部这个烂了的这个位置呢，我们把它抠皮下来，就同学们，我把它呢给它复制下来，这个大家能理解吧？就是我把这一段这一个有问题的这一段呢，我单独就给它复制出来，在这里呢创建一个方块，然后呢我们再用球胶拿这个方块跟产品球胶，球完胶以后呢，那么这个方块跟产品相交的地方呢，就会自动被我们提取出来一部分，对不对？这一个方块可以隐藏，产品可以隐藏，然后呢在局部的这一个小块上面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或者说是一个优化。因为做这个步骤它有2个原因点，第一个点呢就是其实最大的原因点呢就是同学们，我在做之前我不确定我一定能够修复好，对吧？就是我在做这个去修复这个位置的修复这个位置之前，同学们，我是不一定就能做得好的，对不对？我现在我不确定。第2个点呢就是在我们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修复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更便于或者更方便于我们对这个位置的一个操作、观看以及判断，而不是怎么样你翻过来翻过去，老是翻到一些你不想要翻到的地方。那么这里怎么做呢？首先它是一个实体，对不对？我们求一下和是不是能选到？
刚刚我记得有一个同学问罗老师，如果说我们的烂面在实体上面要怎么解决，对吧？那位同学还在不在？来打个6。那么现在的话呢，它是一个实体，是不是？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怎么做呢？同学们要注意，大家注意啊，你们在处理烂面的时候呢，记住这一句话：所有的烂面呢，只因为一粒老鼠屎而坏了一锅粥。什么意思呢？简单一点，同学们，你今天下午在吃饭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的饭碗里面有一粒老鼠屎，对吧？你还吃了一粒咸咸的，对不对？那你明天还有心情吃饭吗？你今天晚上这一碗饭，甚至这个碗，你还要吗？你不要了吧？同学们应该不会要了吧，是吧？你吃着饭，你发现你碗里面有一粒老鼠屎，你这碗饭你都不会要了，甚至这一顿饭你都不会吃了，是不是？那么烂面它一定是，就是说，比如说同学们，这个面是烂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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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烂面，它一定只是会因为呢一个小小的地方而导致这个面烂掉了，能明白吗？能不能明白？也就是说，看到没有，这一个点是关键，这个地方，这个位置，这个点可能是导致我们这一些面烂面的一个关键点，能明白吧？所以说，我们可以围绕这一个点呢，把这个面取消缝合。但是呢，同学们，我们在修复和制作的过程当中呢，要有理有据，有前有后，有头有尾，知道吧？那么首先第一步呢，我们从这一边开始做，知道吧？我们一个面一个面的做。在插入的组合里面找到取消缝合，取消缝合的时候呢，这里大家注意，过滤器选择单个面，输出方式用对应相连面的一个体，或者说呢，用每一个面对应一个体，这里大家要注意啊，用这个每个面对应一个体的输出方式。这里呢，单个面过滤器用，把这3张面先取消缝合，取消完缝合以后呢，你把这个隐藏一下，知道吧？然后针对这3张面，同学们怎么去判断这里的面是否有烂面呢？放到线框模式是吧？对不对？放到线框模式，这张面很明显是烂面呀。你这个地方有面就有线呀，你这个地方线呢没线了呀，对吧？这一张面是烂面已经确定了。那么这张面是不是烂面呢？这张面也是烂面，为什么呢？我面只到这里，对吧？我线到了这里，是不是烂面？是的。OK， 这张面也是烂面。那么再来看一下这张面是不是烂面？同学们，这张面不是，对吧？这张面的线条和这张面的一个着色显示呢，它能对得上，是不是？它能对得上，那就 over 了呀。这张面不是烂面呀。那么前面2张是烂面，那么前面这2张烂面怎么去优化或处理它呢？那么这里呢，我们又要回归到什么呢？做面。那么同学们，做面的话，我在这一节课有提醒过大家什么？大家能不能把这个关键点回答出来？能不能把这个关键点回答出来？啊，我们在做面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有一个什么关键的点要注意的？啊，这个大家回答不出来吗？这个大家回答不出来吗？那好吧，你要回答不出来，我就直接讲。哎，对，没错，我们的西西同学啊，非常棒，听了3节课了，应该是有一点基础的，是吧？不改变产品，扩大修剪。对。那么这里同学们注意啊，我们要本着尽量不自己做面而，比如说你像同学们这个地方的面烂是烂面，但是呢，它只有这一段是烂的，对不对？它烂面的点在这里，你不用管这张面它是从这里慢慢斜下来的，它烂面的点在哪里？在这个位置，对不对？你抓住这个点，比如说你到这里摆个坐标，格式 WCS 找到动态坐标。随便在这里摆个坐标，或者在这里摆个坐标，你坐标随便摆在哪里，然后呢，利用修剪或拆分体的方式呢，比如说拆分体，对吧？插入修剪找到拆分体，选择这张面，是不是？你把这个面呢，以我们的负 YC 方向割一刀，你负5个毫米，负10个毫米，对吧？到这里割一刀，割完这一刀以后呢，移除参数，这边这个烂面的这一节我就不要了，对吧？这一段距离的面我不要了。但是呢，我这里留下来了，它这个本来的面，我就可以怎么样？我把它再延伸出去，是不是？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再延伸？这样的话，我就能够避免到什么呢？避免到我这个面，它是一张烂面。当然，假设啊，同学们，假设一种什么情况啊？老师，我延伸出来这个面又烂了，对不对？比如说，老师，我按照你的做法，我把烂面的这一段呢，我给它割掉了，我把它删掉了，然后呢，我用没有烂的这一节呢，把它延伸出去，把它加大。我加大出去以后，我发现它又烂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那么这种情况呢，要改变曲面类型，能明白吗？要改变曲面类型，
改变曲面类型呢，就是我面的轮廓还是要用这个轮廓，但是呢，面的类型不能再用这个类型。等一下我再教大家怎么改它的曲面类型，好吧？就这个曲面类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人，对吧？我是 A 型血，你是 B 型血，然后它是 C 型、O 型什么乱七八糟型，对吧？它是熊猫型血，是不是？就是我们都是人，我们有不同类型的这个血型，是不是？能理解吧？这个对于这个能理解吗，同学们？还是那句话，要不理解就自己就问，好吧？那么接下来遮挡面处理完了以后呢，我们再看到遮挡面也很好处理，坐标呢双击它一下啊，把它呢摆到这里来。接下来呢，我就用修剪体插入修剪，我们找到这个第一个命令修剪体，选择遮挡面是吧？然后呢选择 ZC 方向下来2个毫米、3个毫米，给它把下面的割掉。割不掉。尴尬了，对吧？你下来3个毫米割不掉，2个毫米试一下，2个毫米行，能行就最好。然后再延伸，把这个面延伸，也不要延伸这么多，延伸到这里就够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一个面放出来，把实体呢，我们给它隐藏一下，对吧？这个位置同学们知道怎么做吧？把这个面，大家注意啊，因为遮挡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啊？大家可以看到遮挡面是不是到了延伸，它到这个位置了，对不对？放到现框模式看到没有？这一张面是不是延伸到这个位置了？那多的要割掉，是吧？我们必须要保证我们的面与面之间是0对0，不能多不能少，只能刚刚好。然后呢，我们在插入里面找到修剪，这里就不要用什么拆分体啊这些命令了，用修剪片体呢，修剪出来的面是最精准的。用这一条线把右边的多余的给它切割掉。切割掉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3张面缝合起来，对不对？你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要注意，因为有一些面呢，当你单个面去处理的时候，这个面没问题，你只要把这3张面缝合起来，这个地方的烂面它又出现了，有这种情况，知道吧？那么我们首先利用缝合的命令把这3张面通过我们的0.02是最大公差呢把它缝起来。缝起来了以后呢，利用分析检查几何体呢来检查一下这张面与面之间有没有间隙，第一，其实第二，面有没有变形，第三，线有没有烂或者断，没问题了，同学们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面已经被我们处理的没问题了？当然，这个面它下去了，它还多，就是说这个面呢它还长了一点，对不对？没关系，长了的这一段距离我就怎么样？因为我下面这里我要有面的，对不对？我下面这个地方又有一张这样的平面在这里了，是不是？我这个面就是说长了一点，到时候呢，我把这个地方的面做好了以后，我再来修剪这张面，对不对？那么第二步，我们呢把左边这个位置的面做好了以后，就来做下面这里的面，知道吧？一步一步来啊，插入找到我们的组合，找到取消缝合，选择这张面，对吧？然后这个地方有一张面，这个地方有一张面，把这3张面呢取消缝合。同学们看到没有？取消缝合以后，这个地方看到没有？你把这些面取消缝合，大家可以看这些面看到没有？立马就变形了，是不是？它缝合起来是一个样，取消缝合以后又是一个样子，这种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就不用质疑的，它就一定是烂面。当然，在这里呢，大家注意，就是取消缝合这个输出方式，这个地方大家知道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每个面对应一个体，而不用对应相连面的一个体吗？这个大家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就是它们的区别是什么？这个大家有学过没有？其实你只要学过这个就很好理解。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没有学过，同学们没有学过的，我们就注意听好吧，这里有2个同学了，好吧，注意听。每个面对，比如说同学们注意啊，我举个例子，假设我要把这3张面取消缝合，我们用对应相连面的一个体的输出方式呢，确定啊，确定完了移除参数，大家注意。这3张面是一个体，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这3张面原本是跟这一个整体，它们就是跟这个大的面是一个整体，对不对？如果说你反过来，你用这个每个面对应一个体，也取消缝合这3张面，那么这3张面在取消缝合制作这个命令以后呢，这是一个单独的体，这是一个单独的体，这是一个单独的体，能理解了吗？这个能不能理解？就是你的输出方式决定于你取消缝合以后的面，它是一个单独的体还是一个整体，理解了对不对 ？OK。那么这里我现在用这个每个面对应一个体的取消缝合的输出方式呢，主要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我们取下缝合的这一些面取下缝合下来以后，每个面都是一个单独的题，能理解吗？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用这种输出方式的一个目的，更便于我去做。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做把这边的面隐藏一下啊，这个面也隐藏一下，然后呢，把这张面对吧，先隐藏掉，然后这个底部的面也给它隐藏掉。隐藏掉了以后，还是从零开始，什么意思啊？还是从零开始什么意思？这个同学没听懂啊！你这个突然冒出来一句这样的话，你倒不如说我帅啊。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放到这一个现框模式，然后大家注意，确定我们这一个面是否为烂面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去看线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接着看这个位置啊，像这里呢有个同学讲到了，就是可以把线桥接吗？可以呀，对吧？你的意思是把这条线桥接到这里，你这条线桥接起来有用吗？啊，你这里桥接一条线有没有用？没用啊，为什么没有用呢？啊，桥接的这条线为什么没有用？因为这条线你桥接起来，它又没有跟这条线组合起来，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你桥接的线没有用，知道吧？你可以桥接，但是你桥接的线不会有用。当然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怎么做呢？很简单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把这一截面直接删掉，对不对？删掉这一截面以后，其实左边这个面是好的，是不是？左边的这个面是好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右边这个位置这里的面，是不是？那么像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坐标放到这里，对吧？利用拆分体的方式，或者说修剪体的方式呢，把这个面呢，把它烂掉的这一段给它割掉，割掉了以后呢，移除参数，然后呢，中间这一段面怎么做呢？其实有的同学呢会直接做什么？直接在这里呢做一个网格曲面。还有的同学呢，他说老师，我们还是优先于用延伸。没错，我们呢还是需要去优先考虑用延伸的方式，把这个面你先延伸，对吧？你能够延伸出来，这个面能够对接上，那是最好的。但是在这里大家注意，它对不上，看到没有？是吧？看到没有？这个地方面就是说这两个面弧度不一样，一个高一个低，它们是交叉面。那么你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怎么样？这个音乐世界你加一下客服，我发出来的那个微信，知道吧？你问他去要就行了，明白吧？扩大跟延伸是一样的啊，你这个同学就是你这种就是说这个价值同学啊，我不是说在针对你或者怎么样的，根据你这一节课这一堂课跟我的互动，你肯定呢是已经在做设计了，但是呢是一个半桶水中间的半桶水。就是其实烂面你知道你也会做，但是呢其实烂面这个知识点，同学们你们如果没有到达一定的这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根本见都见不到烂面，知道吧？我没有说错吧？是吧？我没有说错吧？就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这个行业的，但是呢你对于比如说这些命令其实学的没有很深层次，你只是知道有这个命令可以用，但是你并不知道，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根本都不知道延伸和扩大这两个命令它的区别是什么，对吧？扩大在什么时候用，是不是？延伸在什么时候用？优先用什么命令？扩大的跟延伸这两个命令它们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其实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啊，扩大跟延伸这个面做出来它是一样的，轮廓最起码是一样的，它们唯一有区别的地方呢，是我们延伸和扩大所做出来的面的类型不一样，知道吧？明白没有？当然这个呢就是我没办法在这里跟你再去详细的讲解了有机会的话，我一般讲分模的话，就是公开课如果说我跟大家讲分模的课，我就会跟大家去挑那么几个命令去深层次的讲，但是呢这个讲烂面的话，我们就不过多讲，好吧？我学的时候呢，根本就不教命令，不教做面，都是自己摸索的这个正常好吧？我相信课堂上面的这种半桶水设计师就是说一大把的有，大把的有真的大把的有，但是没关系，好吧？我的课堂上面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愿意问，只要大家愿意学，明白吧？你只要来问我，或者说可能有些同学呢加了我的微信的，大家都可以来问
好吧？想问一下，出现烂面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我在这一节课的开课就讲过了，知道吧？明白吧？我这一节课刚开课我就已经讲过了。我也是半桶水，今天才啊，我们聊到这里好吧，同学们，行吧？行吧，我们就聊到这里好吧？这个就讲到了这个忧伤的故事了啊。那这个位置我们要怎么做呢？同学们，既然这两个面延伸出来，两侧的面对不上，很简单，很简单，你干脆在这个中间留一段距离，自己做面，自己做一张面，知道吧？然后呢，在这里就是我一开始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说同学们尽量不要自己做面，对不对？那这种你没办法了，那你不自己做面，那怎么办呢？可能又有的同学他会担忧到一个点，就是哎，老师，我们自己做出来的面会不会跟产品设计他所设计出来的那张面呢差很多？不会。为什么说不会呢？在操作里面，我们找到网格曲面，找到通过曲线组，你选择左边的这条线，确定，再选择右边的这条线，通过这条线和这条线在这个中间制作一张面，再通过这一个命令里面的相切，让这一张面呢接顺这两张面。那这就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证到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一张黄色我自己做的这张面与产品设计师他设计出来的那张面，那同学们差别不会太大，能理解吗？同学们能不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这张面是通过这张面的这条线和这张面的这条线做的，然后这张面是不是产品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一张面也是产品设计出来的。然后我中间的这一张面是参考的这 A、B 两张面做出来，并且呢让这一张面相切，相切就是接顺的意思啊，接顺了我们 A、B 这两张面。所以说我非常自信，我也能肯定的是，这一张面与产品设计师他设计出来的那张面差别不会超过3个10。3个10是什么意思？0.03，能明白吗？这个点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说尽量不要自己做面，对吧？尽量不要自己做，尽量不要自己做，对不对？但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逼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就你没办法了的时候，你只能说自己去补一张面，对不对？那么像这里的话，大家注意看，把这一张面做起来了以后呢，我们右边的这个位置这张面就能修剪了，对不对？我们刚刚做的那张面直接用修剪的片体通过这一张面把多余的给它切割掉，然后我们把这几张面隐藏，把这一边的面呢缝合，把这一边我们刚刚做的面跟现在我们做的面呢把它缝合起来一下，同样还是要怎么样呢？检查它们有没有问题，知道吧？用检查几何体检查我们片体与片体之间的一个问题，能明白吧？OK， 那么做到这一个效果以后呢，接下来再要做的就只有右边那个位置了，对不对？其实同学们啊，右边的是最难的啊，右边的是最难的，知道吧？右边的这个位置的面是最难的啊，我呢把它放到了最后，但是同学们并不影响我们去制作它啊，知道吧？那这里的话，大家注意看啊，刚上5天班就被干掉了，我是10年前啊，你做了10年的前工，对吧？你面试的是设计学徒呢，还是设计师呢？你是在哪里学的呢？这个都跟这个有关系的。当然，这个同学们，如果说你们感兴趣，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好吧？比如说像你们这种半桶水，现在要怎么办？去找什么工作？我就把你提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一边这个位置，其实这个地方它的烂面是最多的，因为这个地方呢，它衔接了一个轮廓，这一边的面是上去再过去。而这一边的面是直接过去的，对不对？就是说一个面是向上走再过去的，是不是？另外一个面是直接这样子过去的，是不是？那这里要怎么做？同样一个面一个面的做。首先这个地方它导致烂面的最大问题点，同学们，这几张面有一个共同点呢，是在这里。这几张面有一个共同点呢，它是在这个位置，知道吧？在那个这个地方，对不对？那么你针对这个位置，我们要怎么去优化或者说解决呢？啊，那还是一句话，同学们啊，一个一个点的来，放到相框模式。那么把这个面看到没有？这张面它都交叉了，是不是？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不是？对不对？那么这种地方怎么做呢？还是一样的啊。在这里我教大家呢，
怎么快速的做？快速的做呢，就是用扩大面，把这个面扩大出来一张面，这个面扩大出来一张面，这边这张面扩大出来一张面，这边这张面扩大出来一张面。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就是扩大面，我们是以原有产品面的本身复制出来一张面。那么扩大面和延伸出来的面，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在这里它们的区别只有类型不一样，面的轮廓是一样的。那么在这里举一个更直接的例子，大家注意看啊，比如说我在这里创建一个方块，对吧？我抽取面，我把这张面抽取出来，对不对 ？OK， 那么这张面是一个平面，对吧？那么平面它一定能就是说自动判断的时候，这个命令是一定能判断到这张面的，看到没有？这是一张平面，平面上面它一定能放坐标。但是同学们，我把这个平面再扩大一下，那么我再到这一个扩大出来的这个黄色面上面，看到没有，同学们？没反应。这个就是区别，知道吧？这个就是一个类型上面的区别。而扩大面呢，其实在我们处理烂面的时候，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知道吧？因为扩大面它不会，就是说我把这个地方的面都扩大了一遍，是不是？它不会改变我这个面的一个轮廓，就本来说这个面是横着的，不会说因为我扩大而把这个面改成了斜的，不会这样。你扩大它还是横着的，只不过我们改变了这个面的类型，改变了这个面的类型，其实无关紧要的，其实无所谓的，你知道吧？只是说我们能不改变这个曲面类型，就尽量不改变它的，是不是？哎，对，没错，这个同学讲的非常到位，尽量不要改变产品原有数据，能明白吧？但是你改了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呀，对不对？是不是？就比如说一个你老婆，对吧？你老婆不化妆的时候很丑，化了妆之后很漂亮，化不化妆都是她，是不是？化妆了就不是你老婆了吗？是不是一个道理，对不对？你老婆不化妆就不好看，化妆哎，这个化妆品还是有点用，对吧？还是好看一点。其实她化不化妆都是你老婆，对吧？是不是 ？OK， 移除参数，移除参数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一个原有的，把这个扩大的面先隐藏一下啊，把这个黄色的面隐藏。这个删掉，这个删掉，这个删掉。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一边的面，就是你全部做到位了以后，我们再怎么做呢？你全部就是说这些面你全部做到位了以后，再怎么做呢？再用制作拐角，这个就很简单了，知道吧？把这个面跟这边这个面制作一次拐角，然后这个面跟这边这个面制作一次拐角 ，OK， 反向，然后呢再拿这个面跟下面的面 ，OK， 反向制作一次拐角，同学们到位了，搞定了。去除参数 OK 了，对不对？它就是这么简单。你别看这个地方很复杂或者说很麻烦，其实它一点都不复杂，知道吧？我们把这3张面取消缝合一下，把这个隐藏一下，这边这个隐藏一下，把这个怎么卡住了？把这个也隐藏一下，隐藏完了以后，同学们是不是这个面就已经搭接上了？对吧？我们把这个原有产品改个颜色，以便于自己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区分。然后再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扩大的面，看到没有？这个边边它都会大一点点，这个边边它都会大一点点，知道吧？修剪的片体，把这个多余的呢，来给它切割掉。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看到没有？上面还有这一边，是吧？把它外面的那些都切掉。然后呢，下面这一张面怎么切呢？下面这一张面的话，我们就要用这一边这个底部的片体，底部的片体其实我老早我就做好了，对不对？我就需要用底部的片体呢来切。刚刚是延伸里面的制作拐角啊，然后下面的片体用修剪的片体选择这张面，对吧？选择这张面 ，OK， 选择这张面，这里有个红点，这个地方有红点你就应用不了，知道吧？你这个地方就会报错，报什么错呢？同学们，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间隙，大家注意看啊。这种地方要怎么做呢？你要把这一个分析面再延伸进去一点点 0.1， 哪怕是 0.1 都够了，知道吧？延伸进去 0.1 以后，你再修剪的片体选择这个面，选这个面，它这个红点就不会有了。然后我们再怎么样呢？把这个面，现在我们把这个面与面之间交叉的多余的，都要给它利用修剪或者说制作拐角，或者说某一个命令，我们要把它多余的切割掉。
切割完了以后，像现在大家再注意看，到位了，看到没有？这里的这个分析面是不是从这里下来，这里过去，这里上去，这里再过去？当然，这个目前这个状况啊，只是我们以为的呢搞定了，对不对？好像没什么问题了。至于它哪里还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我得去缝合完了以后才知道，能明白吧？缝合 0.0254 ，OK， 显示结果。它要是实体创建就代表搞定了，它要是片体创建的同学们，用分析里面的检查几何体去找到这个问题点的所在，分析检查几何体片体确定，高亮显示结果。同学们放到现况模式，问题点在哪里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呢，它只会有两种情况，任何缝合当中的问题啊都是一样的，它无非是多了，又或者说呢是少了，能明白吧？然后在这里同学们我们注意看到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这个位置，这里怎么办呢？既然这里有问题呢，那就把它跟它利用每个面对应一个体的输出方式呢，取消一下缝合，一说参数，是吧？你把它跟它呢单独拿出来看一下，它这个地方是两个面打架了，还是说两个面中间有一个间隙，明白吧 ？OK， 转到这一边来以后呢，那同学们它是怎么样？他们是干架了，对不对？干架了，这个很简单，你修剪一下，利用这个修剪的片体把它们多余的切割掉了再缝合。OK， 缝合完了以后呢，再把它跟整个的这一个位置的片体呢缝合。片体跟实体缝合不了啊，片体只能跟片体缝合，片体缝合起来以后，一个封闭状态的环呢，就会缝合成一个实体，看到没有？现在是实体创建，对吧？它缝合成一个实体以后，你再缝合就点不到了，看到没有？是不是？它就只能用求合才能选得中了，明白没有？然后呢，这一个位置整体的一个这个制作过程呢，在这里同学们，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能够分别得出来什么位置是烂面，其次呢就是你再去优化和处理这个烂面的时候，你要注意的就是你要有阶梯性的去做。阶梯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拿着这个烂面或者说拿着这个产品呢就一通乱搞，搞完了以后呢，这个地方也搞了一点，那个地方也搞了一点，然后呢都没搞出来，这种情况是最怕的，知道吧？也是一些半桶水设计师或者说刚步入到设计行业的设计师，这种是最怕的，能明白吧？这种是就同学你最怕这种情况，就是你没有思路，你不知道你先要做什么，你再要做什么，你最后要做什么。对，没错，条理性。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因为这个地方我已经处理好了，那我就可以拿这个产品跟这个方块求差，对吧？我把产品中间的这一块不要了以后，同学们看到没有？中间这一块就空出来了，对不对？我再把我修复好了的这个烂面的这个方块，把它用求合合并起来，那同学们那到位了呀，对不对？那基本上我们就搞定了。你求合合并起来了以后，那这个位置它还有像我们一开始的那个状态吗？没有吧？是不是我们把它该割的割掉，该替换的替换上来，替换上来了以后，是不是处理好了？OK， 那这一节课讲到这里好。